记录百万时光，我是托阳特，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 YouTube 魔玩工作室出品的展会限定版的腐烙宝箱怪。这款宝箱怪呢，我个人期待了非常长一段时间啊。那确实呢，从这个10月份的这个 WF 展，就是2025年的这个展会上面公开之后，然后也是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呢在今年的1月份玩到了这款玩具，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期待的。那我们话不多说，就直接来开箱吧。好的，全部的内容物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可以说呢，其实装备除了这边的一对这个小拉环之外，我都搭载在它的身上了。配件方面，主体一只，然后这边用来煎汉堡排已经生锈的铲子一把，同时呢，头上的这个帽子一顶，那就是这么多内容物。个人觉得呢，这款玩具首先第一印象造型方面呢非常的炸裂，那也是非常有视觉冲击感的一款玩具。其次呢，就是拿在手上的这个坠手感，因为它方方正正的它算是一个非常瓷实的一个小方块我拿在手上的大概掂量一下的感觉呢，重量在250克到300克之间，差不多这样一个水准可能不太准确，但是呢，确实是非常坠手。如果喜欢玩这种沉甸甸手感的玩具的朋友的话呢，我觉得这款玩具还是非常适合你。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这个 GK 手把件，也同样都是一个非常坠手的感觉，拿在手上，然后搭配上非常夸张的造型，个人觉得呢，也算是一个兼具视觉冲击力和把玩手感的一个体验。再来看它的这次的配色，因为是这个原型取自于海绵宝宝嘛，大家的一眼都能看得出来，所以说那种海洋系的这个角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适合这个海秀的配色。和之前同样是展会限定版本的这个哥伦比耶联名出品的这款猫猫宝箱怪放在一起看的话呢，我觉得两者配色之间呢有非常多的共通之处但是呢，仔细看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猫猫宝箱怪会更偏金属色一些，然后这次呢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款腐烙宝箱呢，则有更多不同的这个设计语言在里面。那我们就继续一点一点的来看下去。首先360的旋转一下这款玩具帽子很高，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上面也是细节满满。整体的这个做工方面的话呢，其实它最大的优势同样也会成为这款玩具最大的劣势。怎么说呢？这款玩具呢，刚才有聊过，手感非常的瓷实，同时呢，上面细节很丰富，但随之伴来的就是这个头部实在是非常的沉重。那毕竟呢，它是从宝箱怪的身上去衍生出来的这个产品，那共用的这个部分呢，当然是宝箱怪的这个底座的这个地方，它既是这款玩具的这个下颚，或者说这个角色的这个下颚，同时呢，也可以充当成它的小裤衩的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这边还原了海绵宝宝标志性的这个小领带，但是呢，可能也就是在这边不太适合布置过多的这个细节。如果说把这边的背带裤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东西都还原上去的话，那反倒是这个诡谲且夸张的这个表情就没办法做的非常的是有视觉冲击力了。这一点呢，我觉得在造型上还有这个元素上的这个取舍是可以接受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腐烙宝箱身上的这个细节。首先，头部的这个部分呢，虽然它是一个方块，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作为类似于头骨的这个合缝的部分呢，也是把这个细节给做上去了。我是觉得呢，就是如果说它既要表达出类似于这个海绵宝宝原生形态，同时呢又想做出来像是一个豆腐乳的那种感觉，同时呢又再加上一些海洋元素，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款产品呢，其实给大家最终呈现出来这个效果还是蛮有意思的。你看背部呢，依旧是呈现出来一个满满的这种生物质感，比如说从这边宝箱这个地方延伸往上去的这个脊椎的部分，然后包括呢，同时呢这边宝箱的边缘呢也有类似于生物质的这个异化的感觉。那再往前面看呢，有这种类似于血管包括这些东西的这个分布，让我想起了一些就是之前看的这个The Last of Us， 就是美国末日里面那种菌类的这种变异的细节。
然后同时呢，这个头雕上面你可以看到啊，有非常多这种凸起的变异物质。因为海绵宝宝嘛，毕竟呢它是在这种海洋里面的感觉，所以说这个东西呢看起来呢非常像长在礁石上的藤壶。那这个设计呢，我觉得是要大大的点赞，同时这个颜色拿捏的也是非常不错。海绣的这个基础上呢，用这种橙红色，然后去做了一丝的这个点缀，我个人觉得颜色很跳跃，但是很跳跃，但同时呢也是非常抓人眼球的。那这边呢，红色的这个变异体呢，又形成了类似于海绵宝宝在这个动画片里面那种腮红的这种形象，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张开大嘴呢是满满的这个荧光绿，那同样呢也是有这个紫光灯的效果。我们把灯关上去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虽然我这边的这个紫光的功率不够，但是呢明显的还是说这个涂装还有这里面的这个细节表现还是非常耐看的。嘴巴张开也都是一样。反正我是很喜欢这种紫光灯的这个荧光涂装的，因为呢也算是在这个灯光的照耀下有另外一种形态的这个表现。然后铲子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也是锈迹斑斑，然后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层次感还是非常明显的，有红铜色，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锈蚀的这种感觉叠了非常多层啊，包括呢这个小骷髅的细节呢，同样是非常耐看，一丝不苟，就是比较难以聚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然后再看到其他的彩蛋部分。首先鞋子这边呢有一只小小的皮老板，然后从这个鞋子这里钻出来，而且这个鞋子设计呢，你可以看到啊，明显的这种撕裂的感觉，包括呢里面呢有点像这种露出的利齿的那种锯齿感。反正我觉得在建模的过程中，这个建模师已经在里面塞了非常多的这个细节，等待玩家去发掘啊。然后另外一边的这个靴子同样也是细节满满，上面的这个锈迹，反正感觉像是穿了2双铁靴子的那种感觉，那种既视感啊。整个涂装还有这个喷漆的这个效果，无论是拿在手上的这个质感还是视觉效果都是比较厚重的，非常的优秀的一款作品。再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帽子，这次的这个帽子呢，采取了这个磁吸的工艺，但是呢有一说一啊，这个磁力有点太强了，我是非常怕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漆面给刮花了。反正我觉得这个地方呢还是可以再去调整一下。然后看一下这款帽子，后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小蜗牛，然后嘴巴里面也是笑嘻嘻的这个样子啊。这个帽檐的部分呢，也正好形成了它的这个蜗牛壳的这样一个替代品。我觉得这个设计呢也是非常的巧妙，包括呢上面这个船锚啊也是很还原的，整体的观感也是非常不错。同样是用了非常多层的喷涂去把这个厚重感给表现出来。接下来呢，作为一款可动人偶，当然还是得玩一下它的这个可动性。这款玩具的可动性呢，其实还是比较局限的，但是呢，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首先呢，因为这个头部非常重啊，它的开嘴，那基本上这个小小的球形关节就基本上就是撑不住了。但是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你可以调整它的重心，它依旧可以站得比较稳，因为脚板还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呢，有一个朋友跟我问过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款玩具呢，它其实下半身的部分呢非常的局限。我说其实如果你不太在意这个脚部的前后踢的逻辑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把它这个膝盖关节或者说这个转轴往后一倒，然后再往前面一旋转，它这样不就是可以往前踢腿了吗？可以做出一些比较诙谐幽默的这个动作。当然呢，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玩玩具不能特别讲逻辑啊，不然的话呢，你就是过于纠结它的这个设计的合理性了。小短腿反正呢也可以摆得非常自如，就看你怎么去弹这款玩具了。其他的方面呢，手型包括呢这边的这个肩部关节或者说上段的这个关节，你可以插在它的嘴里面，同样的旁边的两侧的孔洞也可以去安插。这一点呢，就看你最后对于这个造型的这个需求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反正这款玩具可动性方面是其次啊，主要的还是玩着它这个怪诞的造型和这个非常有趣的设计。
整体来说呢，是一款我觉得在2026年开年玩到的一款，就是那种怪诞系玩具里面非常抓眼球的一只了。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涂鸦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